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旨在向科技研究领域增加2500亿美元投资，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外界注意到，这其实是前段时间在美参院推进的无尽前沿法案捆绑其他法案后化整为零，成为如今的创新与竞争法案，强调通过战略、经济、外交、科技等手段同中国开展竞争。对此，中方指出，该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美国最大的威胁是美国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比什么都重要。美媒报道，法案获得了19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但曾与拜登竞争总统提名的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是民主党党团中唯一投票反对该法案的成员。拜登称赞该法案：“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21世纪胜利的竞争中，发令枪已经响起，我们不能冒落后的风险。”该法案旨在提高美国与中国科技竞争的能力，将授权约1900亿美元用于增强美国科技和研究，以及将单独批准540亿美元用于增加美国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生产和研究，其中20亿美元将专门用于汽车芯片。该法案仍需获得众议院批准，最后送交白宫，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拜登政府从政治考虑，从经济竞争力的角度上考虑，以及特别是从这个中美两国经济这个对比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呢，都对他来讲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也就是说，能不能有效的应对和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张这样的一种局面，对拜登政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外界注意到，该法案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领衔提出，而该法案前身是两人曾共同提出的无尽前沿法案。事实上，在无尽前沿法案基础上，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像滚雪球似的迅速膨胀，最终长达1400页，整合了此前的多个法律提案，包括芯片和5G 开放无线接入网紧急拨款、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以及2021年迎接中国挑战法案。可以说，新出炉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更加全面的用以抗衡中国的立法。未来看美国的所谓的全球竞争力，基本上在下一代的技术领域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美国不仅仅是要调整这个产业链的问题、供应链的问题，也是要调整今后的下一个世代的这个技术竞争力，这样的一个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因为现在看对美国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2030年以前，2030年以前，中国经济能不能超过美国？这是对美国来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新法案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以应对中国挑战，包括禁止将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下载到美国政府设备上，阻止购买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制造和销售的无人机等。此外，还包括扩大与加强美国与盟友的合作，独立削弱中国在美国大学里的政治影响力等。观察指，美国方面动用的政策工具已经大大超出了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范围。现在的法案是一个试图动用多种手段，包括产业、科技、军事、外交、贸易等等，来应对中国挑战的尝试。对于美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中方有关部门密集回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该法案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诋毁抹黑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打着创新和竞争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妄图遏制中国发展。中国全国人大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回应表示，该法案与中美两国各界希望加强交流合作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怎么发展，怎么提升美国的竞争力，这是美国自己的事。但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拿中国说事，把中国当假想敌。美国最大的威胁是美国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比什么都重要。此外，拜登在上任满月之际，曾下令让联邦机构对半导体、稀土矿物质、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药品这4种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当地时间周二，拜登政府发布了一份超过250页的审查报告。报告中污称，中国在被审查的这4个领域中所采取的措施有很多不符合全球公认的公平贸易惯例。
为此，报告呼吁采取一系列行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爆料，白宫经济委员会国际经济与竞争力资深主任彼得·哈瑞尔称，一支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领导的供应链贸易行动小组将找出那些造成美国供应链空心化的具体贸易违规行为，然后通过关税或其他贸易补救措施解决。而拜登政府将继续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针对中国输美产品设置障碍的意图也非常明显。评估报告中就提到了美国对铝磁铁和锂进口的严重依赖。铝磁铁是一种用于制造计算机硬盘和马达的关键稀土元素。美国铝磁铁的进口主要来自中国。有美官员们表示，美商务部正考虑是否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第232条规定来启动针对铝磁铁进口的调查，声称这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影响。深圳卫视注意到232条款中规定，若总统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无限制地施加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以确保进口产品不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这显然与特朗普时期的相关做法如出一辙。而除了审查4个关键产品的供应链外，拜登此前还要求对国防、公共卫生、通信技术、能源、运输和食品生产6个经济领域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年的单独审查。面对一个中国强大的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呢，他要找到所谓的他的赛道。正面竞争不过的话，他就要改规则。拿着一桶油漆追着你的脚步画线，说你走到哪儿我画到哪儿。实际上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不公平的竞争。但是这种规则呢，拯救不了美国企业，并不利于美国企业的恢复竞争力。特别是能不能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服务于美国企业的竞争，那样看的话呢，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道路。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傅立明日前在东亚论坛刊发的《华盛顿正在与中国打一场必输之战》一文，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5月下旬，傅立明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独家专访时曾表示，拜登政府被锁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中。It is keeping its options open for negotiations, for dialogue, for common efforts to solve problems we both face. And I applaud that. I'm sorry that on the American side, the last leader we had, Mr. Trump, had a very different viewpoint. And Mr. Biden so far has not been able to shake loose from Mr. Trump's legacy. 不过，傅立明认为，拜登对华制定的小院高墙策略可能在未来有所改变。So Mr. Biden is trying to correct that and return to a more traditional American approach, and Mr. Biden finds himself in that position. If he manages in 2022, when we have midterm elections, to increase his majorities in the Congress, then I think he will have more space to rethink what is basically a hostile policy.